事实上 CPP 的是个 hidden tax， 每年政府都要加个100-200块钱的税给这个中产阶级的。如果要是有选择的话，这个钱怎么样安排都比交给政府效率要高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讲 CPP 啊 ，Canada Pension Plan， 加拿大的工作退休金。CPP 呢是强制性的，在加拿大这边，你要领到它最高额的话呢，要工作40年啊，然后每年呢，它有一个一定的额度。你比方说像今年的话啊，2024年呢，它的额度就是68500块。CPP 是这样交的，你工资的额度低于68500块的部分，它有一个免交的额度，这个一年呢有3500的免税额。所以你的工资减掉3500，然后乘以一个比例啊，这个比例是多少呢？就是5.95%，这个就是你要交的 CPP 啊，就你发工资的时候自动就给你扣掉。所以呢，假如工资是5万块，那5万减去3500，再乘以5.95%，就是你一年该交的。然后呢，除以12，就是你每个月从你工资里面扣掉的。如果呢，你是自雇的人呢，就是你要交双份的 CPP， 就是你要交雇员的那一部分，再要交公司的那一部分。如果是雇员的话，你交雇员的部分，然后公司再帮你交雇主的部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5.95%乘以2呢，就是11.9%，就是说你的收入的11.9%交给政府，然后呢，将来你退休的时候呢，政府呢就给你一部分的退休金。那么像今天呢，最高的退休金啊，就是1365块钱一个月。但是你要领到最高额，刚才讲你需要呢在加拿大工作40年，然后呢你每年的工资呢又要达到一定的标准，所以大部分人呢是领不到最高额的。现在开始领的人平均呢一个月可以领多少呢？可以领到758块钱。如果像我们有些这个朋友来到加拿大这边，工作的时间年份不是很多，工资也不一定特别高，那这个退休的时候就可能反正有100块200块。如果在加拿大这边没有工作过，这个 CPP 呢就是0。事实上 CPP 的是个 hidden tax， 是个隐形的税。怎么讲呢？我给你看一个图哈。你知道在1995年的时候，最多交850块钱给政府，你的公司呢再交850块钱给政府 ，CPP 就够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开始工作哈，96、9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政府的精算师精算了一下说，人口呢在老化。然后呢，就是工作的人未来是越来越少，比方说现在哈，工作的人越来越少，然后退休的人越来越多。如果呢，要是维持2.7%的公款的话，有一天呢 ，CPP 就会破产。所以呢，就说我要增加这个 CPP 公款的额度，比方说它慢慢从2.7后来增加到4.95，在4.95呢是有很多年。为什么在4.95呢？这样的话，你工资的9.9%交给政府，9.9%呢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数字哈，因为超过10%的话，你觉得哎呀，我怎么超10%的工资都被你们拿去了，对吧？然后这样的话呢，而这个将来退休金我又拿不了多少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呢，基本上呢一直就维持在4.95%。这18年到19年的时候，这时候政府呢现在逐渐的有点偏左哈，偏左的政府就说呢，希望这个政府来多管一下你的退休啊什么等等啊，所以呢，从19年开始呢就慢慢增加，到了去年的时候开始呢就变成了5.95%，今年还是5.95%，未来呢也是5.95%。这5.95%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比方说在9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交850块钱给政府就行了，去年呢你个人要交3750多块。今年呢，我们要交3867块钱，你已经比95年的时候要多交3000块钱了。然后今年呢，又出了一个叫 CPP2， 除了 CPP 本身哈，你要交更多。CPP2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政府说我需要你们交更多的钱来给政府。今年政府说，我现在开始呢要你交一个更多的一个额度啊，就是 CPP 的这个最高额哈，再乘以10%啊。你要再多交，我的理解就是它等于又加了一个税阶，对，它加了一个，对。从今年呢，你要多交376块钱，就是除了你交那3800多块之外，再交376，就不仅仅是68500块你需要交啊，就是从68500块到73200块，你需要交4%，公司再帮你交4%。今年呢，就是你要交4000块。要到明年的时候呢，又加了更多，它的上限呢就到79400块。79400块就是说呢，这个 CPP 的最高额，然后到79400块，你要交4%，公司再交4%。你想一下啊，就是过去的差不多30年哈，你等于是多交了3000块钱，每年要多交3000块钱给政府，3000块钱一年呢就差不多偷偷的加100块钱的税，这个大家一般都不知道的。另外一个话题，政府的这个 CPP 啊，是不是最合算的？首先呢是这样子哈，政府收到了多少钱，他发出来多少钱。就假设我们今天开始工作哈，年轻人说今天开始工作，然后呢我工作40年，
现在的话呢，就是一年就差不多交4000块钱给政府，然后公司又帮你交了4000块，这样的话呢，总共呢是交了8000块钱给政府。40年交了多少呢？就交了32万。现在呢是可以领到多少？就是你每个月领1365，一年就是16000块钱，然后32万呢，你除以这个就差不多20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是65岁开始领哈，然后呢你要领到85岁领的是本金。然后呢，如果有幸你活多过85岁啊，你才能领到1块钱的利息。现在加拿大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哈？男的79，女的84。很贵啊，听着。啊，对，是一般人事实上是领不回本金的啊，并且你要知道40年呢，40年，你假设你去做一个定存啊，做一个投资啊，如果我有7到8的回报，我有40年的累计，就说呢，这个数是会远远大于政府给你的这个退休金的。那他这个没法避免啊，你要工作的这个东西，公司就帮你扣掉。对，这个 CPP 是强制性的，你发工资的时候，直接就从你的工资里面扣掉，然后呢，你的雇主在发你工资的时候，每个月就自动就要交给政府这个 CPP 的部分，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啊。如果要是有选择的话，这个钱怎么样安排都比交给政府效率要高啊。